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斗破苍穹第9集预告已经更新了。在新的剧情中，萧炎轩辕五人不仅进入了神秘的藏书阁，获得了新的功法，还与前50名学子在副院长虎钳以及长老的护送下前往内院。在一众强者的护送下，他们降落在一处深不见底的山涧。随着虎钳发出的能量，萧炎等人见到了一扇凭空出现的大门。在大门打开后，萧炎看到的森林和之前的林海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但进入之后却发现森林路口出现了2名老者和几名中年大汉以及20几名年轻人。这些年轻人的胸口处都佩戴着一枚塔状图文的徽章，2名老者则是内院的长老，他们给外院的学子每人发了一张金片，金片上印着一个红色的数字5。苏长老告诉他们，之后的路程需要新生自己到达森林尽头的内院，而在穿越这片森林时，内院学子会在不杀人的情况下，用尽一切手段获取萧炎他们手中金片上的火能。不过就算新生遭到老生的打劫，老生也必须给新生留下2天的火能，而越早顺利抵达内院的新生，获得的奖励就会越丰富。内院将这每年1度的新生第一课称之为火能猎捕赛。火能猎捕赛正式开始。在目睹老生抢夺新生火能现场后，萧炎立刻意识到火能在内院中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而在见识过老生团队的默契，萧炎提议他们5人需要选出一个队长来带领团队指挥战斗。萧炎身为外院第一，自然是他们5人中的队长。面对战斗经验丰富的内院老生，薰儿提议要想办法获得老生具体人数以及实力的情报，否则之后万一有战斗，很容易将其他老生队伍也吸引过来。到时候如果所有老生对他们进行围攻，他们很难突出重围，而想要知道情报，就只能对老生队伍下手。萧炎当机立断，决定找一支老生队伍进行反抢。凭借着萧炎出色的灵魂感知力，他们很快便找到了一队正在打劫新生队伍的老生。这些老生的实力在2星大斗士左右，没有一个人是萧炎5人的对手。在经过一番拷问之后，萧炎5人得知这次参加猎捕赛的老生也是5人一组，一共10组50人。这10支队伍中有8支队伍的实力和他们差不多，都是去年进入的内院，还有2支队伍是往届的老生，实力和萧炎差不多。这2支队伍一队全员黑装，一队全员白装，被称为黑白官煞。而火能则是内院最重要的东西。在内院中有一座埋在地底的天焚炼气塔，在塔里修炼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，越往塔下修炼速度越快，而想要进入塔内修炼，就必须要用火金卡中的火能充当费用。虽然内院中也有很多其他途径可以获取火能，但来火能猎捕赛抢夺新生的火能应该算是很简单的，毕竟在前面那么多年中，新生都是被老生追着打的。很不幸的是，今年的老生碰到了萧炎这么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萧炎从这支老生队伍中得到了这座森林非常简约的路线图，想要走出森林，他们大概需要1天的时间。但在知道火能的作用之后，萧炎很难不起心思去抢夺老生的火能。他询问队伍中的人愿不愿意为了火能冒险。面对火能的诱惑，就算是白山看萧炎很不顺眼，也同意了他的计划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猎捕赛的猎物要开始寻找猎人下手了。在顺利打劫完第2支老生队伍后，萧炎5人遇到了一支实力虽然没有他们强，但默契度却十分高的队伍。这支队伍凭借着默契，让萧炎5人无功而返。在意识到队伍的不足后，萧炎5人便开始进行磨合，并利用之前让他们吃瘪的队伍不断进行战斗，充当他们5人的磨练时。而在萧炎5人磨练的越来越有默契之后，便将这支队伍打劫得一干二净。在这一战之后，新生队伍猎捕老生火能的消息也开始在森林中传播了起来。按照规矩，老生队伍如果在森林中将火能丢失到10以下，便失去了继续留在这里参加猎捕赛的资格，需要自行离去。新生的反抢让老生队伍觉得很生气，一些自视甚高的老生队伍开始到处找萧炎等人，但萧炎他们就像是消失了一样沉寂了下来，谁也找不到他们。就在他们以为萧炎5人离开之后，他们又再次出现在老生队伍面前进行反抢。加上这支队伍再在萧炎他们手上的一共是5支队伍，除去黑白官煞，萧炎他们还可以再抢3支队伍，但森林太大，想要找他们很困难。而如果寻找过程中走漏了消息，3支队伍抱团对抗他们基本上也是打不过的。看着倒在一边被老生欺负得非常惨的新生，萧炎突然灵机一动，他决定将所有的新生集合起来，然后将他们的行踪暴露给那3支队伍，来个一网打尽。虽然在实力上有点差距，但是毕竟新生人数多，萧炎还是很有信心可以成功的。在萧炎的劝说下，队伍里所有人都同意了他的计划，而地上的5个新生也很佩服萧炎的实力以及他痛打老生的行为，并不需要萧炎多说，立刻就同意了萧炎的要求。这5名新生当即行动起来，在森林中寻找其他新生，并把他们带过来，而萧炎5人则在原地静候新生的到来。
准备着他们的绝地大反击。当40几名新生被集结在一起的时候，萧炎让他们隐蔽身形，随时准备好一锅端了那3支老生队伍。很快，老生的3支队伍就闻声而来。为了维护老生的面子，3支队伍决定联盟一起动手。但在看到瞬间出现将他们包围的新生队伍，老生立刻意识到这会是一场硬战。老生3支队伍的队长分别对上了萧炎、吴昊和白山，剩下的人则与薰儿、虎家带领的新生展开了混战。与萧炎对战的苏笑是3位队长中实力最强的，是一名6星大斗师。萧炎在摸透苏笑的攻击方式之后，便不再隐藏实力，迅速反击。一道蕴含着奇异声波的虎啸声从萧炎嘴中爆吼而出，这一道声波让苏笑的脑子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昏厥状态中。随后，萧炎抓住这个破绽，使出8级崩速战速决，将苏笑打败。与此同时，在薰儿和虎家的带领下，新生队伍也渐渐地将老生队伍压制住。白山和吴昊在萧炎的催促下，也很快地解决了战斗。这一战虽然胜了，但新生队伍可以说是损失惨重。萧炎在将疗伤药分下去之后，便将回气丹递给吴昊3人，让他们恢复斗气。而就在他们开始分赃的时候，身着黑装的5人队伍突然出现。突然出现的队伍就是黑白官煞中的黑煞队。黑煞队的队长沙铁是一名半只脚踏入斗灵的金属性强者。新生队伍经过之前的大战消耗，沙铁认为他们对黑煞队很难再有威胁。面对沙铁的劝降，萧炎握紧手中的玄重尺，直接前行了一步。就在沙铁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白山突然叫停，与沙铁攀上了关系。白山的堂哥白风也是内院学子，并且与沙铁交情不错。看在白风的面子上，沙铁愿意放白山一人离去。面对白山的临阵脱逃，所有的新生都很愤怒，但不管对手多强，萧炎也不会有半点退缩。萧炎对付沙铁，薰儿单挑对方队伍中的1人，虎家和吴昊因为之前的战斗比较虚弱，只能勉强应付1人，还剩1名老生，则是由还有战斗力的15名新生来应付。沙铁是内院竞技场出来的，从来不会小看任何对手，他属于近身肉搏的强者，而面对这一类的强者，萧炎可以说是挺占便宜的。2人开始战斗，在与沙铁撞击了1次后，萧炎脸色变得十分凝重，他将自己的青莲地心火释放出来，一火一出，与萧炎近身肉搏的沙铁就开始吃到了苦头。2人之间的战斗进入白热化，战况如此焦灼，薰儿不再保存实力，狠招频出，占据了上风。结束战斗的薰儿将自己的对手踢向攻击吴昊的黑煞队队员。薰儿的胜利意味着他可以抽出手来援助其他人，局势顿时被扭转。只要萧炎能将沙铁拖到薰儿他们胜利，这场战斗的胜利依旧会属于新生队伍。薰儿在接连对吴昊、虎家和新生队伍进行援助之后，将黑煞队的4名队员全部打败。此时与萧炎对战的沙铁真的是苦不堪言，在萧炎的一火攻击下，这场战斗沙铁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窝囊，他身上的铠甲也在青色火焰的焚烧下逐渐变得若隐若现。当他看到萧炎脸色暗淡时十分高兴，但下一秒看到萧炎掏出丹药当豆子嗑来恢复斗气时，顿时心里变得十分悲愤。而在看到朝着他包抄而来的薰儿和虎家，沙铁十分干脆的认输了，毕竟他没有萧炎那么财大气粗，可以嗑丹药恢复斗气。沙铁认输，萧炎和新生分完赃之后，便用20天的火能向沙铁打听白煞队的消息。沙铁告诉萧炎，白煞队的队员和黑煞队的队员实力差不多，但白煞队的队长罗侯却比他强，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斗灵强者。如果新生队伍的伤势全部痊愈，对上白煞队，萧炎他们胜算很大。在萧炎的丹药治疗下，仅仅1天，所有人都恢复到了巅峰状态，而最后的决战也即将要开始了。沙铁的落败让老生队伍感到震惊。就在此时，萧炎4人带领着不下40人的新生队伍出现在森林出口处。萧炎的新生队伍凭借着人数，在气势上稳压了白煞队一筹。面对斗灵强者的罗侯，萧炎4人直接朝着他而去，而其他新生则负责拦住白煞队的其他队员。看到萧炎手中出现的2色火焰，薰儿3人立刻就明白了萧炎此时的打算。他们3人将罗侯缠住，让萧炎进行火焰融合。罗侯是冰属性的斗气，在萧炎的青莲地心火一出来，便感觉到了威胁。当萧炎将小型的青紫火焰融合后，薰儿3人便立刻闪退到萧炎身后，青紫火莲朝着罗侯爆射而去。感受到火莲蕴含的毁灭能量，罗侯的心里十分惊骇，他紧紧握住手中的寒铁棍，将源源不断的斗气注入其中。仅仅10秒，寒冰棍由雪白转化成火红，变得十分烫手。罗侯将寒冰棍丢开之后，发现萧炎的青紫火莲在他的全力一击下，仅仅只是变得暗淡了一点点而已。眼看着青紫火莲朝自己而来，罗侯只来得及将体内斗气调动起来，准备硬扛。而在萧炎握紧手掌的瞬间，一旁观战的苏长老脸色大变，身形一闪便消失了。当火莲爆炸后，整个乱石堆的石头全都化为了粉尘。白色雾气消散之后，众人才发现火莲的攻击被苏长老阻挡了下来。这一击威力实在太大，如果苏长老不出手，罗侯很有可能会丧生火莲之下。随后苏长老宣布，这一届的火能猎捕赛是新生赢了。火能猎捕赛结束，苏长老也宣布了胜利一方的奖励，在场所有新生都可以获得20天的火
火能，萧炎4人则是额外奖励清火金卡以及30天的火能。在内院，火金卡由低到高分为黑、蓝、青、赤、紫5种颜色，黑色是最低级的，只能在天粉炼气塔第1、2层修炼。想要升级火金卡，需要缴纳火能换取。清火金卡相当于为萧炎4人节省了300天的火能，这个奖励让在场的老生都羡慕不已。而在奖励分发完之后，萧炎等人也在苏长老的带领下前往内院。火能猎捕赛这一战能够胜利是所有参与战斗者的成果，就像萧炎说的，孤胆英雄在这里走不远，也不适合这里。好啦，火能猎捕赛到这里豆豆就讲完了，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豆豆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